哎，这不香吗？哎呀，开干！哎，这个是个来自于安徽的，究竟它是散菜松还是人工松不好说。起初主要是看起这个下点的这个瓢子，这个瓢子啊，现在你肯定看不到。我待会儿把线条录出来以后才知道。现在应该也是培养10多年了。它的基本骨架有了，就现在取丝，以瓢子为重点，走就完了。正因为它压点丰满，我可以不假思索的一阵狂乱的修剪，因为渲染的余地太多了，松树不像蚱蜢，我害怕多剪了一只，失去了一些什么。没有那么一说，只要你把压点比丰满了，你创作起来简直是得心应手。这个瓢子是不是初步举笔又没干？只看瓢子好，你看其他烂得很，蓬头垢面。你看这人比了好多呀，多数不胜数。哦，先看瓢有没有打中你的。你看我这是敲得凶，再不改就是明年的吃了。小伙儿好厉害了，敲丝，最好是去年整，去年没有整，今年整这个稍微迟了一点点。也许去年正忙着装房子，能偷懒再偷懒去喽，小伙子。看到这个松树骨架不？脚基本上有了吧？现在你都是细微调整的东西了。完盆景上都是这样，不管是蚱蜢松柏，起初几年就是养好根盘，养好过渡，调好空间，为未来打好基础。装了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没有那么多问题，不装也得受制于很多东西。最凶的东西都是死给你看，你咋办？你咋整？他要死给你看。我都不记得这个盘长了那么多，实际上是钱啦。
还没盘上，都用了那么多时嘛。是不是不是你那个？只要它合作100%的愈合，而且愈合来比蚱蜢还漂亮。这一只都不凶，没有咋伤皮，这儿伤了皮，问题不大，你放心。如果大的话，就不能够进行比较太凶的作业了。我看用哪只来煮的？小伙儿，你从你那边角度来看。哦，这边才是正的。抬个手短的不？这样子做的，太高了。哦。太高了。重新比个牙出来。哦。好，这就搞定了吧？就是他做的，先做的。我不缠它了，只是个勾住，没啥子拍头，只是把它带方向勾住。只是给它勾住，再比你下面再比。你说我们端针比亚迪松针10多公分，你说咋玩？多的有15公分，海松都有15公分。一个月基本一个月出完松芽，再经过1个月左右的化育到2个月左右的化育，秋天这个松树抓起来。才漂亮。那有些伤了的或者老的这种松针一拔掉，全都短3到5公分的针，那好爽嘛，个个都来往上长。我这样的端针比啊的方式，可能会和一些顶级盆景玩家的方式不一样，有可能会贻笑大方。但这都是我结合我们本土资源玩蚱蜢，结合比如说松柏结合蚱蜢的手法，蚱蜢结合松柏的手法而形成的一套适合自己的方式。为你的广大粉丝朋友里头的高手多，其中有好的意见建议，希望不吝指教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其他方面，特别是我们本土四川的有松柏朋友，大家互相借鉴一下。还有这连杆的说是极不规范，比较荒野的一种
比亚方式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松针基本上我就减掉了90%，甚至95%以上啊。如果没有玩松针的，没有玩过松板的朋友，晨用。我呢是因为学费交到前面去了，最主要的是这个培养机制，还有前提条件哈，松一定要很壮，才能用重手法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玩松板受岭南织法的影响，基本上在修剪比亚的过程中，脑海里头有意无意还是要把它的粗细、角度，把它按照岭南手法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就算它是松板，我愿意花时间、花功夫，不能脱臼。这是所有盆景高标准盆景、高端盆景玩家的基本要求，不能脱臼。至于说你用盘扎的方式组成弯、拐，让它缩短，我认为它都是一种最丑的方式。松树是阳性之物，阳刚，男人没有那么多弯弯拐拐，就那么直接，就那么硬朗，就那么有风骨，一目了然，不要那么多弯弯拐拐。这就是我对松树的理解啊。你从多个角度，你从你那个角度看哈，有没得毛病？从这旋转的角度来看，还行。这一次，即使你改掉了那个卡死的，应该明年春天，假如有机会有时间换盆的话，应该更上台阶。该愈合的伤口都愈合了，该逼出的牙应该重新站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了。